第一课，派对策划。对于一个主题来说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也许墨西哥主题会很完美。绝对可以。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音乐将营造出这样的节日气氛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在菜单中加入炸玉米饼和玉米片等传统食物。当然，食物在为任何聚会营造气氛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。现在，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想要邀请的房客数量，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规划。太聪明了！了解客人名单将为我们的餐饮和装饰选择提供信息。没错，我们希望为所有与会者创造愉快的体验。是的，参与游戏或活动可以让派对变得更加有趣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让我们集思广益一些符合主题的活动。第二课，冒险在等着你。这次旅行将是一次冒险，我可以看出这将充满惊喜。我完全同意，旅行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时刻和经历。是的，每段旅程都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快乐。没错，这些小惊喜往往成为日后讲述的最佳故事。我真的很期待看到新的地方和结识新朋友。我也是，每个目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视角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沉浸在这些体验中，创造持久的回忆。让我们拥抱每一刻，一起充分利用这次冒险。绝对可以，在这里探索世界及其所有奇观。第三课，书店发现。我经常在城市里找到很多不错的书店，它们确实有自己的魅力。绝对可以，在书架上浏览有待发现的故事有一些特别之处。是的，有时我还会在网上书店里寻找本地可能无法买到的书。这是个聪明的方法。在线选项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，尤其是对于利基类型。没错，无论是在舒适的书店还是在网上商店，我都喜欢寻找隐藏宝石的快感。就像寻宝一样，不是吗？每本书都有开启新冒险的潜力。当然，我喜欢支持本地企业，但是当我寻找特定的东西时，在线购物很方便。是的，在这个数字时代，我们有这么多选择可供选择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我认为将两种体验混合在一起是满足我对阅读的渴望的最佳方式。第四课，倾听他人的心声。关于贫困，但我们可以倾听那些经历过贫困的人的心声，理解他们的挣扎。是的，听听他们的故事很重要，每个声音对提高认识都很重要。我可以保证，我们的国家承诺解决这些问题，并支持受影响的人。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，集体努力可以带来重大变化。绝对可以，我们需要制定真正帮助有需要的社区的计划。是的，首先要了解贫困的根源，倾听受影响者的心声。我同意，
与当地组织合作，可以为了解真正需要什么提供宝贵的见解。这是确保我们的努力具有影响力和有意义的好方法。让我们集思广益，讨论一些我们可以支持的举措，以帮助有所作为。第5课，运动员争议。吸毒的运动员是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·约翰逊，他在赢得100米短跑后成为头条新闻。是的，他的胜利被震惊体育界的兴奋剂丑闻所掩盖。没错，它引发了人们对田径运动诚信和公平性的严重质疑。我记得公众的反应好坏参半，有些人感到失望，而另一些人则对这项运动本身感到失望。绝对可以，这提醒人们，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运动价值观是多么重要。是的，它引发了关于运动员在如此高的水平上表现所面临压力的讨论。我认为这也导致了更严格的职业体育监管和测试。当然，该事件对田径运动中对兴奋剂的看法和管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我希望子孙后代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。第6课，舒适的意大利场所。哦，对了，我愿意。你试过榆树街上的舒适意大利餐厅吗？我听说过这方面的好消息，他们的意大利面应该很棒。确实如此，气氛温馨诱人，非常适合享用轻松的晚餐。听起来很可爱，我很欣赏一家能营造舒适用餐体验的餐厅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工作人员总是很友好，这增加了整体乐趣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，优质的服务确实可以改善一顿饭的味道。是的，而且他们有一些美味的甜点，值得留出空间购买。我已经能想象出味道了。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一起计划一次访问。当然，我很想和你分享这段经历，这是附近的宝石。第7课，诗意灵感。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埃斯库洛斯，他写的主题与人类经历产生了深刻的共鸣。太迷人了，他在作品中捕捉深刻情感的能力确实非常了不起。是的，他以一种既永恒又相关的方式探索痛苦和苦难。我很欣赏能唤起如此强烈情感的诗歌，它把我们与自己的奋斗联系起来。没错，埃斯克勒斯在《睡眠之痛》中写道，这是不可忘记的，而且非常强大。艺术能够反映我们的内心战斗，并帮助我们处理它们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我认为诗歌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不言而喻的想法和情感。绝对可以，这是一种优美的表达形式，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。让我们一起阅读他的一些作品，我很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。是的，每个女儿都为家庭动态带来了自己独特的个性。
我能想象，与兄弟姐妹一起成长，可以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。绝对可以。他们在艰难时期互相支持，这加强了他们的联系。这太重要了，家庭可以成为一生中爱与鼓励的源泉。是的，我很佩服他们如何共同应对挑战，并庆祝彼此的成功。目睹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他们之间的联系一定非常牢固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的家庭中营造出类似的爱与支持的氛围。第9课，历史背景。曾经，没有一个欧洲人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，很难相信。是的，1786年秋天，一支由英国定居者组成的舰队抵达，这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。绝对可以，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格局和动态。这些事件如何塑造未来和影响文化，令人着迷。是的，定居者与土著人民之间的互动是这个故事的关键部分。我同意，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。重要的是要从过去吸取教训，为每个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当然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，并进一步讨论其影响。我会喜欢的。探索我们的根源可以带来难以置信的启发。第10课，地铁路线。对不起，你知道怎么去最近的地铁站吗？是的，只有几个街区之遥，你会想沿着这条街前进。很高兴听到。有什么我应该寻找的具体地标吗？是的，一旦你经过咖啡店，在交通信号灯处左转，你就会在那里看到。完美。在新区域导航时，有明确的方向总是有帮助的。绝对可以。如果你不熟悉路线，公共交通可能会很棘手。感谢你的帮助，我想确保我准时赶上火车。没问题，只要留意标志，你很快就会到达。再次感谢，我现在对出行更有信心了。第11课，通勤小贴士。你对通勤有什么担忧？恐怕我在旅行时无法适应或不了解当地的习俗。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但请记住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经历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踏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。绝对可以。拥抱差异实际上可以增强您的旅行体验。这是真的。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愿意学习。没错，与当地人互动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，指导您一路走来。我会牢记这一点，并尝试带着好奇心来面对新的情况。这是完美的态度。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很热情和乐于助人。第12课，德州财富。令人着迷的是，
德州人如何通过炼油积累财富，这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增长。绝对可以，该行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相当大。是的，一种资源可以创造如此多的就业机会和机会，这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当然，合成产品的开发也改变了各种市场。我同意。有趣的是，化学创新是如何从这笔财富中涌现出来的？是的，它表明了不同领域的相互关联如何推动进步。我认为这个成功故事凸显了投资当地产业的重要性。没错，它为该地区的未来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。我很想知道这个行业在未来几年将如何发展。第13课，用螺旋器做饭。你曾经使用过螺旋器吗？我发现它对制作西葫芦面条非常有用。是的，这是一款很棒的厨房小工具，它让健康饮食变得更加有趣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它如何将蔬菜变成美味的，类似意大利面的菜肴。它非常适合在不牺牲口味的情况下，在膳食中添加更多蔬菜。是的，你可以尝试不同的蔬菜来制作独特的菜肴。没错，胡萝卜、黄瓜和红薯搭配螺旋器都能很好的发挥作用。我一直在寻找让我的膳食更健康的方法，这是一种有趣的方法。当然，另外，它具有视觉吸引力，这使食物更具吸引力。我等不及要尝试用各种螺旋状蔬菜做五颜六色的沙拉了。第14课，门票问题。很高兴知道，我可以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使用同一张票吗？是的，许多交通系统允许您使用同一张票，在两者之间转机。这很方便，它使在城市中旅行变得更加容易。绝对可以，只要确保检查使用门票的时间限制即可。我会的。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有选择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它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，这始终是一个加分项。我很感激这些信息，它可以帮助我更有效地规划行程。随时都可以，让我们也一定要记住日程安排。好主意，在我们出发之前，我会检查一下应用程序。第15课，克服恐惧。我有时会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做斗争，恐惧可能相当艰巨。我明白了，面对新情况时，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当恐惧出现时，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管理吗？是的，我发现拥抱不确定性会有所帮助，它通常会带来个人成长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想走出我的舒适区，可以带来新的体验。没错，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，有时候感到害怕是可以的。是的，
专注于潜在的积极结果，可以起到激励作用。绝对可以。我还建议与你信任的人谈论你的恐惧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分享我的想法可以帮助减轻负担。第16课，环保选择。改用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和水瓶是减少浪费的良好开端。绝对可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更改，可能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。是的，他也鼓励其他人考虑自己的消费习惯。确实如此，小行动可以激发更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运动。我同意。此外，从长远来看，可重复使用的物品通常可以省钱。这是真的，它既是一种环保又具有成本效益的日常生活方式。我感到有动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可持续的选择。太棒了！每一个小小的努力对保护我们的星球都很重要。在我们共同做出这些改变时，让我们彼此负责。第17课，保险箱。完美。我可以在保险箱里存放任何贵重物品吗？是的，这正是他们设计的目的，这是保护贵重物品的安全方式。这令人放心。知道我的重要文件是安全的，我会感到更安全。绝对可以。这是珠宝、护照和法律文件等物品的绝佳选择。我同意。另外，它可以使他们远离家中潜在的盗窃或损坏。没错，只要确保记录一下你在那里存储的东西即可。好主意。我会创建一个清单来确保我记得我放进去的所有东西。太聪明了，这将使您在需要时更轻松地访问您的物品。我很高兴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，保护重要财产很重要。第18课，法律事务。洪水根据谢尔曼反垄断法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，该法规定任何企业。是的，该法案对监管垄断行为和确保公平竞争具有重要意义。绝对可以。这对于维持健康的经济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很重要。我同意，了解这些法律对企业和消费者都至关重要。是的，看看这些法规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，很有趣。当然，法律格局可能会根据新的挑战和市场动态而变化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市场上的权利。绝对可以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尤其是在法律事务方面。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些话题，它们对于了解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。第19课，社区联系。所有人感受到彼此的痛苦，分享彼此的祝福，才是社区的全部目的。绝对可以，通过挑战和庆祝活动互相支持很重要。是的，这样做合理、诚实和公平地加强了我们的联系。
我同意，它在社区内创造了一种归属感和信任感。看到人们聚在一起互相帮助，真是令人心动。当然，善举可以产生连锁反应，激励他人做出贡献。我相信，建立这些联系对于一个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。是的，让我们想办法更多的参与我们的社区，并产生积极影响。我在船上，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环境。第20课，健康的选择。冷冻浆果是早餐冰沙的绝佳补充，它们可以增加风味和营养。是的，它们很美味，而且富含维生素，是完美的选择。你认为我应该吃什么必备的食品储藏是必备的主食吗？绝对可以。我建议手头有藜麦和糙米等全谷物。听起来不错，它们用途广泛，可用于许多不同的菜肴。是的，别忘了豆子，它们非常适合蛋白质和纤维。很棒的观点，我喜欢它们很容易融入沙拉和汤中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一个储备充足的储藏室，让健康烹饪变得方便。我一定会采纳你的建议，并储备这些必需品。第21课，杂货店购物。没问题。你的杂货店购物清单上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是的，晚餐我需要一些鸡肉，这是我准备饭菜的主食。听起来很好吃。鸡肉用途广泛，可用于许多菜肴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用各种口味烧烤、烘烤或翻炒的方式。是的，而且它与不同的配菜搭配的很好，可以很容易的制作出均衡的膳食。没错，今晚我想做一只柠檬香草鸡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鸡肉之一。听起来太神奇了。新鲜香草确实可以提升任何菜肴的味道。是的，我们在商店的时候，我会去买一些来增强食谱。好主意，让我们让这次购物之旅变得愉快而富有成效。第22课，周末度假。嘿，我一直想休息一下，计划一个周末度假来恢复精力怎么样？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稍作逃脱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，提神醒脑。没错，我认为探索一个新的地方并欣赏风景会很好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尝试一些当地美食和活动。我喜欢发现隐藏的宝石的想法，甚至可以徒步旅行或参观海滩。绝对可以。大自然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恢复活力，尤其是在忙碌了一周之后。让我们考虑一些地点。我听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山很漂亮。那太完美了。新鲜空气和壮丽景色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会找一些选择，我们很快就能完成我们的计划。第23课，收据申请。我已经买完了，能给我一张收据吗？
当然，这是你的收据，最好把它留作记录。谢谢，我喜欢这件商品，以防以后需要退货。这是个明智之举，最好做好准备，尤其是收据。没错，我之前忘记要一个教训之后，吸取了教训。如果没有适当的文档，整理问题可能会很麻烦。是的，当一切都井井有条时，要容易得多。同意。你今天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不，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你的帮助。第24课，文化美食。你知道，许多餐厅专门供应属于某个国籍的菜肴。是的，食物如何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传统，令人着迷。我喜欢尝试不同的美食，每种美食都有独特的风味和体验。绝对可以。当你在这些地方用餐时，就像在不离开城市的情况下旅行一样。没错，你可以通过食物探索世界，它可以让你对新文化大开眼界。我同意。此外，烹饪风格和食材差异很大，发现它总是令人兴奋的。让我们计划一次美食之旅，我们可以品尝来自不同餐厅的各种菜肴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我已经很期待了。我也是，一起探索新口味会非常有趣。第25课，创造性贡献。我们很幸运，有富有创造力的人通过艺术和表演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天赋。绝对可以。他们的才华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并以多种方式激励着我们。是的，无论是通过音乐、绘画还是写作，创造力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我同意。它可以将社区聚集在一起，并引发重要的对话。没错，艺术有一种表达情感和想法的方式，而言语有时无法捕捉到。此外，它鼓励我们跳出框框思考，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。让我们通过参加当地艺术家的展览或表演来支持他们，回馈社会很重要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参与我们当地的创意社区是表达感激之情的绝佳方式。我很高兴看到那里有哪些天赋等待着被发现。第26课，时间管理技巧。你有效管理时间的秘诀是什么？看来你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很好。我会排定任务的优先顺序，每天设定可实现的目标，以使自己步入正轨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。将任务分解为可管理的步骤，可以减少工作负担。没错，我还确保为每项任务分配特定的时段，这有助于我集中精力。我应该开始这样做。有时候我会分心，忽视需要做什么。是的，尽量减少干扰是关键。我努力在工作时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我会找一个安静的空间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。
别忘了休息一下，它们对于保持精力和注意力至关重要。我一定会把它包括在内，谢谢你的有用提示。第27课，分析竞争。我们应该分析其背后的因素，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方面。同意，竞争可以在塑造趋势和消费者选择方面发挥作用。是的，了解这些动态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做出明智的决策。绝对可以。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，以保持相关性和创新性至关重要。我认为研究竞争对手可以为他们的战略提供宝贵的见解。没错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教训。让我们收集数据并讨论我们的发现，这将是制定战略的好方法。我很期待一起深入分析这个问题。我也是，探索新的增长可能性总是令人兴奋的。第28课，下河之旅。上河的旅程非常紧张，感觉就像是一次真正的冒险。我只能想象，他唯一的逃生方式是乘坐一艘小船，沿着科罗拉多河下游。是的，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，潮流如此强劲且不可预测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经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设法度过了难关。应对这样的条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技巧，尤其是独自一人。绝对可以。思考决心如何驱使某人克服障碍，令人鼓舞。是的，景观之美一定既令人叹为观止，又令人望而生畏。我很佩服那些接受此类挑战的人，这确实显示了他们的冒险精神。让我们记得体会冒险进入未知世界所需要的勇气。第29课，国际运动。今天，国际移民和运动员运动的主题越来越重要。是的，它凸显了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多么相互关联，尤其是在体育和文化方面。绝对可以。职业运动员和精英运动员经常跨境参加比赛和展示自己的才华。看到这些运动员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文化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他们的经历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个人生活，还可以丰富他们加入的社区。我同意。他通过共同的激情培养全球团结感和理解感。让我们探讨这些运动如何影响体育产业和运动员本身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。了解这种动态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。我很高兴能讨论这个主题的含义，并一起了解更多。第30课，家长指导。此外，他们认为父母能够阻止孩子看暴力电视。是的，父母的指导对于塑造孩子在年轻时所面临的风险至关重要。绝对可以。对于父母来说，设定界限并与孩子讨论内容很重要。我同意。了解媒体对儿童行为的影响，对于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。是的，
鼓励他们对所观看的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，可以带来更健康的选择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开放沟通。我希望更多的家庭参与这些讨论，创造一个积极的媒体环境。当然，对于父母来说，积极引导孩子的媒体消费至关重要。让我们探讨一些有效的策略，供父母在家中实施。